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花房有个宫女叫魏燕婉，她来找微臣。你自己刚有点起色，就有人来找你了？不是，微臣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是那个让你酩酊大醉、意志消沉的人吧？胖妮继续讲《如懿传》原著。读了原著，胖妮发现作者刘链子除了用故事情节勾勒出全书的明线之外，还埋藏了一条暗线，用花花草草来暗示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。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两个不讨喜的角色，魏燕婉和阿若。魏燕婉是其他妃嫔眼中的迎春花，她是一个多面的人物，在其他嫔妃的眼中，她是一个凡事懂得抢先机的人。她第一次和皇上对话是在初春的御花园，彼时花园中开满了明黄色的迎春花，皇帝看着魏燕婉姣好的容颜，念着丽人腹中的诗句，亭亭四月，燕婉如春。魏燕婉也的确非常懂得怎样为自己抢，她读懂了皇上的意思，知道以她的出身和境遇，如果不抢占这次机会，恐怕再无机会翻身了。所以魏燕婉只是犹豫了片刻，就跑去向凌云彻提分手。这样的魏燕婉在其他妃嫔眼中正如迎春花一般，凡事都要抢在前头，与他人争抢，与命运争抢，这样的姿态在如懿、新嫔这样出身大族的妃嫔眼中是滑稽可笑，令人鄙视的。但如果不会抢，待到百花烂漫的时候，小小迎春花又怎会入人眼呢？魏燕婉是皇帝眼中的栀子花，皇帝再次遇到魏燕婉是多年之后。当时魏燕婉是启祥宫的一个小宫女，被嘉妃改名莺儿，还受到了嘉妃残酷的折磨。皇上在人群中发现魏燕婉的时候，她的脸上刚挨了嘉妃一记耳光，指印清晰可见。在浓妆艳抹的嘉妃比照之下，不施粉黛而皮肤白皙的魏燕婉就像一朵半开的栀子花。栀子花的特点是馨香、清丽、柔美，而栀子花的花语中又有坚强之意。也许这就是魏燕婉给皇上留下的印象吧。魏燕婉上位之后，曾做下许多恶毒的事，之所以这些事都没被皇上发觉，正是因为在皇上眼中，栀子花的滤镜太厚了吧。在凌云彻面前，魏燕婉早就说明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魏燕婉的一生是戴着面具的一生，无论在其他妃嫔面前，还是在皇上面前，她表现出来的样子都不是她真实的样子，而是类似于角色扮演。真正的她只有在早期和凌云彻相处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。魏燕婉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凌云彻，她最爱的是桐花。雪白的桐花与栀子花一样，看起来都清雅不俗，闻之香气清幽。但是桐花却是油桐树的花，高高在上，带有俯视众花的含义。魏燕婉每次都要跳起来，奋力攀折桐花枝，一面回头笑着对凌云彻说，云彻哥哥，你看桐花开的那样高，要是做人也能一辈子那么高高在上，便也好了。这可是魏燕婉的心声啊。如果凌云彻但凡聪明警觉一些，也应该知道魏燕婉这样的心性不是他一个小小的侍卫能够把握住的。哪至于到了后来，魏燕婉都去侍寝了，凌云彻还傻乎乎地问，是不是有人逼你？魏燕婉一句，是你根本不了解我，说到了问题的实质。由此可见，凌云彻爱魏燕婉，爱的也不过是她的美貌，她的弱者的处境罢了。至于魏燕婉的内心，凌云彻在之前从未看过，也没有想过去看。《如懿传》原著中并没有讲阿若喜欢什么花。有个阶段，阿若父亲受到重用，身为如懿婢女的阿若难掩心中的喜悦，穿上了新的衣服和鞋子。当时书中也只是讲到她穿的喜庆艳丽，对衣服鞋子上所绣的花的种类没有过多的描写。如懿看不惯阿若的张扬，曾劝她人的穿着打扮要像宝石和玉器一样，由里而外渗透出润泽来，不要让自己穿得像个彩珠玻璃球，只图表面的光彩，只图表面的光鲜，对花色花样没有自己的理解，也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是对阿若一生颇为客观的总结。阿若的张扬肤浅，不但如懿看不上，就连利用她扳倒如懿的富察皇后高皙月、金玉妍也都看不上。书中有着一个场景，
阿若卖主求荣，污蔑如意害死了梅嫔和宜嫔的孩子之后，皇上纳了他为甚常在。高希月内心不悦，对富察皇后抱怨，组织宫女册封要从官女子做起，她倒好，一步登天了。当时富察皇后和高希月正在赏花，富察皇后随手折下一朵瑞香花，别在衣襟上。皇后暗示高希月，阿若虽然得皇上喜爱，有本事到御前扑了，但阿若的父亲毕竟在高斌麾下工作。高希月狠狠掐下瑞香花的一片多余的叶子，说再怎么会扑了，也不过是一个常在，若真是不识好歹，翅膀怎么安上去的，就怎么给他卸下来。皇后笑着说，有这样祥瑞的花在手，妹妹已是胜券在握，不必做无谓的担心了。皇后的长春宫其花异草无数，皇后为什么单单选了一朵瑞香花来比阿若呢？咱们来看瑞香花的简介，形态秀美，颜色鲜艳惹眼，寓意祥瑞吉利。形态秀美对应的是阿若的美貌，颜色鲜艳惹眼自然对应的是阿若的着装风格以及牙尖嘴利的性格。而祥瑞吉利初看觉得这寓意不错，但细细品味却怎么都觉得不太对。梅花之美在于自身的冷傲，翠竹之美在于自身的刚正不弯，牡丹之美在于自身的雍容华贵，玫瑰之美在于自身的娇艳多刺。而瑞香的祥瑞，从胖妮所能获取的文献来看，无论是从字面意思理解，还是从与之相关的传说理解，这祥瑞都是他能带给周围人的，而不是给自己的。就像阿若背叛如意的举动，的确给富察皇后、高希月和金玉妍带来了祥瑞，于他自己却是人生悲剧的开始。多年之后，当如意出了冷宫，惊惧交加的阿若被金玉妍甩了一巴掌，捂着脸站在紫禁城的甬道上，流着眼泪低吼，谁都看不起我。不知道此时的他心中是否有悔恨，不管他是否悔恨，是否醒悟，他成为棋子的命运早在富察皇后摘下那朵瑞香花之前就已经注定了。除了魏燕婉、阿若之外，《如懿传》原著中几乎每个主角都有自己爱的，以及被别人赋予具有代表意义的花草。看来有的时候一个人所爱之物是会说话的，相比于口中吐出的那些真假莫辨的语言，所爱之物说的话反而更真诚，更直接。那么生活中小主们最喜欢的花是什么呢？您所爱的花草又和《如懿传》中哪位小主一样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